大家好，我是石头。前些天有个粉丝朋友看了我的视频，他告诉我说，在他们村有一栋房子，建的地方挺有意思的。他说风水挺好的。当时这个主人家呢，还是专门呢自己研究了一些风水，选择在这个地方建了这样的一栋三合院的房子。房子呢就在我手指的那个方向，从这边走过去，接近有20米左右。其实当我来到这边一看了之后，我觉得这个地方好像并不怎么样。虽然说背后呢是有靠山，两边有环抱，但是呢这里是一条很深的一条山谷，背后呢也是有这个靠山的。但是我们都知道，建房子呢左青龙右白虎，是不是？前朱雀后玄武，这个地方呢就显得青龙山比较空了，但是白虎山呢又比较高了，所以说这个地方呢有点那种怎么说呢，白虎抬头的迹象。你看整个白虎位呢是非常高的，但是前面的这个地方呢，尤其是形成了一个反弓的大弯角，路呢是从那边走过来的，然后在这边形成了一个弯弓，刚好呢他们家的房子差不多2/3左右正对着这条弯弓的进村道路，底下呢是有块稻田，上面呢有块苞米地，再上去呢就是他们家的路，以至于房子修好了之后好像就落幕了，然后这家人呢也没住多久，就基本上就空着这边。他的邻居还说，哎，这家人呢还是专门看了风水在这里建的房子。那我们就闲话不多说，顺着这条小路走上去，给大家看一下这栋房子究竟如何。这条很大的弯弓路就是进村的道路，都是水泥路面。这个大弯弓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相当于是差不多180度的一个转角了。然后这底下呢有一块稻田，现在这个禾苗呢已经长了这么高了。这旁边呢还有一些苞米地，这个玉米呢也刚刚开过这个天花，也已经结了玉米棒子了。这里呢是很深的一条山谷，从这边呢一直延伸进去，背后呢也是有山挡住了。如果没有这个山的话，这个位置是基本上没有一个宅基地建房的位置。其实在农村呢，建房子是很有讲究的。之前呢，我也是专门，和一些师傅呢，喜欢到山里面去到处转一转，去看一些，地理环境啊。在我们这边就是说的风水嘛。建房子呢，基本上都要考虑一个因素呢，就是背后要有靠山，左青龙山呢要适当的高一点点，这样子呢，一家人住在这边，门前有个开阔的环境，会比较舒适一些。看这个大弯弓，道路呢一直从那边延伸过来，形成了一个大弯弓，就在他们家的房子的下方。这个大弯弓呢特别的弯，所以说门前有反弓路也是不太好的，就像一把弓箭正对着自己呢。这栋房子呢地势还比较高，从这个马路走上来呢，大概有个10多米的落差。以前整个这边呢都是没有宅基地的，但是这个主人家呢自己也是学了一点风水，他说这个位置好，然后呢常年日积月累的从山里面捡了一些石块，你看把这个地基用石块垒砌出来，然后在上面建了房子。这好像还是一栋木房子，两边呢有吊脚楼，远远的看过去呢就像一个三合院。实际上门前呢是有条小溪的，就在那个方向。我一走过来的时候都听到这个水流的声音了。当年这个地方没有地基，修建房子非常的不容易啊。可以看到整个屋子前面这一块，用这个石头给它一层一层的垒砌起来，然后这里啊修了一条这个小路走上去。门前的位置还有棵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树，应该是我们当地的一种叫做杂树，有个很大的一个树根
长在这个石头山里面，然后呢长得挺高，上面呢已经被砍掉了，又从侧面呢长了一些枝条出来。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树桩。这个房子啊，已经是很久时间都没有住人了，显得是很凌乱。两边的吊脚楼呢，那边应该是卧室，这边可能也是一个吊脚楼、卧室之类的。这中间呢就是堂屋的位置了，这底下可能有这个旱厕、猪圈之类的。其实整个格局它还是考虑的比较到位，这个房子还是挺有意思的。进来之后有个小小的院。这个呢，将近有10多个平方左右。这里呢有个，一个这个杂物间，然后呢又从这里修了一些台阶小路，从这里走上去，再从这里呢进入这个大门，再进去呢就是一个厅了。这房子很简陋啊，它所采用的材料都是从山里面砍过来这个小柱头建的，你看。才这么大，直径呢不到20公分，所以说这个房屋的结构并不是特别的好。这个门框呢也是用的比较小的材料。这个房子住在里面的感觉有点像这个危房之类的。然后上面呢它是做了铺了一层竖条，然后这一间呢大概有个5、6个平方左右，是一个开放式的。其实这栋房子好好的给它打理一下，在这边居住，我觉得还行吧。它的地理环境挺高，因为门前呢视野比较开阔，住起来给人的感觉还是挺舒服的。然后我们看看门前视野很开阔，对面呢就是寨子。当年呢，这个主人家他是学了风水之后，他觉得那边寨子的风水并没有这里这么好，然后呢独自一人。花了将近有7、8年的时间，陆陆续续的搭建了地基，在这边呢修建了房子，挺不容易的。没想到房子建好了之后，没住几年呢，好像自己也觉得并不怎么样，并不是一个风水宝地，然后又搬走了。从这边的台阶小路，我们走上去看一下，这边也是一个吊脚楼。这个主人家真的是挺讲究的，虽然采用的材料并不是特别的好，但是呢，他还是有一点点这个艺术细胞的。在这里还雕刻了这个一只狮子，看用木头雕刻的，就像这些机关单位在门口放上2个石狮子，但是呢，他是自家住，然后用这个木头雕刻了一只狮子，在那边好像没看到，只有这边有。然后呢，正对着房屋的前方，它这个地基啊，基本上就是随着地形来修建的。这边还做了一些这个花窗，里面现在也是堆放满了杂物，这个都有门牌号的。然后走上来之后啊，这个房屋是比较简陋的，上面这个地基呢是一层一层这样子延伸上来的。我们可以推开门进去看一下。走进来之后，感觉它的布置好像还行哦。这背后呢，可能是一个厅或者是一个厨房。在这边呢，它没有做这个墙的。然后这里呢有个蓄水缸，平时的山泉水接到这边使用。然后这里还有个石磨，这里也是一面土墙。这边是一个厨房啊，柴火灶的灶台。整栋房子呢，它就是根据地形来建的，能利用的地方基本上都用了。然后这个前面的吊脚楼呢，是和这个厨房连成了一体。厨房呢有3个灶台，
那背后呢是什么样的房间吗？整个这边应该是一个厅连在了一起，然后我们从这边走上去，包括这个台阶呢，它都是根据这个地形来修建的。这个说不太懂风水，好像也懂点。诶，很怪哦，这个地方它怎么是作为一个神龛位呢？在这里好像还立的有牌位，平时呢烧一些香纸在这边供奉。然后这里面呢就是一个卧室了，卧室呢它好像是留在了堂屋的位置，然后这里有床，背后呢还留有一道房门，然后这旁边呢感觉说不来了，这个设计很怪哦，又感觉像一个什么猪圈啊，感觉又不是，但是这里有床，你怎么睡呢？是不是啊？而且上面盖的石棉瓦已经是漏雨了，这栋房子已经有很长时间没人在这里住了。然后它这里的门呢也很简陋，是那种竖条，用个小木方子把它夹起来就变成了门。这前面呢就是一个厅了，算是一个客厅吧，还比较宽敞。那边呢有一些农具，那边有风车啊这样子的。这地面呢还做了这个水泥的硬化，它的隔墙板很简单，就是用这个模板来隔断的。确实房子挺简陋的，而且从这个生活的这些物资来看，当年应该在这边住的时间还比较长，不是特别短，因为从这些灶台啊各方面的一些生活农具啊都看得出，这个地方还生活了挺长的时间。这里还有这个灯线的，这是一个小小的打鼓的一个机器，打稻谷的，很小。这边主人家还自己去种一些稻田。然后这里呢还有一个净水器，再过来啊就是一个厅了。按照道理来说，这个应该就是一个客厅了，但是它的设计呢是比较怪的。这背后呢又有砖墙，刚才我们进去了是一个房间，里面还有床的。然后整个这个客厅呢，看着门口的位置还是挺不错的，就像主人家自以为的，他说这里的风水非常的好，住在这里呢肯定会发家致富，然后子孙后代呢也会繁衍昌盛的。底下的反公路确实一看呢不是特别的舒服哦，我个人是这样子认为的。走到这个吊脚楼的位置，这里铺的这个木条子呢已经被雨水浸泡腐烂了，我就不敢踩上去了。这个楼枕都烂掉了，确实不敢踩。那边有风车，这里有柜子，那里还有柜子，这个应该是储存粮食的一个仓。前面呢应该是一个卧室，也是显得特别的凌乱。大概房子的情况呢就是这个样子了。房子里面转了一圈，整个设计布局我觉得并不是特别的好，住在里面没有给人一种特别舒服的感觉。大觉得当年这个房主在这里修建房子，究竟这里的地理环境怎么样？就是说这里的风水怎么样呢？欢迎在视频里面评论留言。好了，我是石头，喜欢的视频请记得点个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